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樱桃梗塔罗占卜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啊，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这一支占卜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在现在，宇宙、你的指导灵还有高我有一些什么样的紧急讯息是想要传达给你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指引哦，是你现在需要知道的。好，那这一次的占卜啊，也是3个选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这个是我们的选项1，选项2，选项3。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这一次的3个选项。那大家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选择好之后，我们的占卜就要开始咯。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会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选择到第1组的朋友。选择到第1组的你啊，这一张牌卡哈，就我们牌面上显示的是紫水晶，它代表的是保护、净化，还有我们的 spiritual， 就是像我们的那种精神力，或者是我们的，我会把它解释成有点像是你来自于灵性的方面的成长。那这张牌卡在这一边的话哈，首先我会感觉到的是，对于你们自己本身来说，你们是有超强的预知未来的能力的，直觉超级强。这一个直觉可以帮助保护你自己本身，可以帮助来净化你自己本身。而且这一个能量哈，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如果说他告诉你有些地方不要去，有一些事情不要做，好，有一些人不要接近，那你请你一定要听从你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听从这一个直觉的声音，因为这一个直觉是完全的，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作为他的角色，他就是想要来告诉你，我可以保护你从所有的危险，或者是说从所有的困难里面走出来，但是你一定要听到我的指引，你一定要听到我的声音。那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是感觉到我就是卡关，好，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又或者是我在做选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困难很多的事情是我不知道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果出现这种状态的话，很有可能你是跟自己在一个断联的状态里面，那就是有机会你没有听到自己直觉的声音嘛，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你直觉给予你的指引，那么你就很自然的会失去属于你的方向，会很自然的找不到你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你会进入到一个很迷失的一个状态。这张牌卡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因为是你选择到的牌卡嘛所以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你，你其实对所有的一切是看得很清楚的，你对你身边的所有的一切是看得很透彻的，看得很明白的，看得很理解的，但是你必须要跟自己产生连接，必须要跟你的高我，跟你的指导灵或者是说跟整个宇宙产生一个连接，这个就是你的直觉，你的内在的声音，因为只有这个内在的声音显化出来，你才会知道要如何的保护你自己，如何的净化你内在的杂讯，这个就是你所选择到的牌卡。 OK， 好，我们接下来直接来看一些具体的状态，这边是自己调出来的，你看这一张 struggle， 我们抽到的这个就是第1张，已经有显化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它告诉我就是你现在其实很挣扎，
挣扎的点在哪里哈？我们来看，我觉得这个挣扎的点会有点像是你有想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你资源不够，你有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但是呢，你觉得你目前还没有办法到达那一个状态，又或者是你会觉得说你目前没有办法完成。你可能会觉得第一个，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可能会觉得资源方面是短缺的，那你又会觉得那一个目标其实有一点遥不可及，然后再加上呢，你身边呢又有很多一些外在环境方面的阻碍，所以呢，他所有的事情全部的都开始慢慢的一件一件的展开了之后，你会开始觉得你的目标是越来越远。你离你目标是感觉上面有很强很强的阻碍。哇，你看我们这一边这一张哈，这一对开始出现了，是什么意思？其实所有答案都在你自己身上。你要是觉得哈，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是不是觉得资源不够？你是不是觉得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哈，好像是超出了你的范围？然后你是不是觉得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缺那么一点点，它不单单只是缺一点点，你会看到的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所有的事情全部叠加起来后，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卡住和卡关。但我们牌面上面会告诉你的是，你没有被卡住，至少你没有被你的环境所卡住，没有被你的资源所卡住，你是被你自己所卡住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一边我们先来看这边的牌卡，会让我看到的是你的内心是有害怕和恐惧的。因为一个方面来说的话，你会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还不够好，又或者是说你会觉得，我们这边要把它说得很清楚哈，因为你觉得是这样子的事情，不代表这个事情它真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觉得你的资源是不够的，你觉得你目前的状态是不理想的，但是不代表它就是真实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这一点真的是超级超级重要的，因为这张牌卡让我看到的是，你对这个事情内心是越是有热情，你越是着急，你越是会觉得身边的环境或者是身边的资源跟不上，然后你越是觉得自己被卡关。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有点像是进入到死循环的感觉。所以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它才会告诉你的是，你要进化，你要净化自己的内心，代表的是什么？你要冷静下来，你不能急躁。你只要是一急躁的话你就会觉得哇，看所有的事情，全部的一些事情都很混乱，单单是混乱的问题，你会觉得说身边的很多的一些事情好像都没有办法为你所用，好像都没有办法来推进你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反而他们会成为你的阻碍。所以一定要净化自己的内在，净化自己的心灵，然后你就能看懂你身边的资源，你就可以看懂你身边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就能明白说你的资源在哪里。因为这两张牌卡我都很明确的告诉你，都是很滋养的牌卡，都是很丰盛的牌卡。因为我们看这边真的是一对在这边出现，我抽到这两张牌卡的时候，我都是超级激动的。你听我讲话，你都可以感觉得到。因为当这两张牌卡出现的时候，它真的就是超级超级的无敌。我们把它用白话文来讲无论说你想要的是物质、金钱，或者是精神层面的滋养、支持、丰盛，还是说你的人脉关系所帮助你搭建起来的桥梁，你都是有的。那所以这个部分就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问题在哪？问题在你着急，你急躁，然后你跟自己是断联的。所以这张牌卡在这一边，我觉得这个就是给你的紧急讯息，你要和自己连接回来，你要找到一个能保护自己内在的，保护自己内在声音，保护自己内在直觉的方法和方式。不要因为有外界的变化，或者是说外界的改变，反而让你自己乱了阵脚。特别是这一张牌卡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心里面越是渴望想要去做到的事情，就是的确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很重要。因为我能看到的是你内心的挣扎，还有你内心的纠结，这一些都不是开玩笑的，这一些都是真真正正发生的，这一些都是你时时刻刻感受到的。你越是想要朝着那个方向去追赶，然后你越是觉得那个目标好像离你越来越远，而且你会感觉到的是，无论你跑得多快，无论你往
前面多么渴望的去得到这个事情，它就是没有办法产生，就是这一种内在的 struggle， 这种内在的纠结，或者是说这种内在的挣扎，这一个会是成为你牵绊自己的一个绊脚石。但别人会有点看不懂，我相信你身边会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告诉你说，你为什么不问问那个谁啊？你为什么不尝试做做那件事情？然后因为你太着急太急躁所以你会觉得那些都是浪费时间那些好像都是要等或干嘛的，我不想要等，我不想要浪费时间。那我们牌面上面会告诉你的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它就是需要时间，没有办法避开。有一些人脉关系，或者是有一些事情的建立它就是需要时间的参与，因为时间它也是其中的一个资本，也是其中物质里面，或者是说要去建立一件事情，它就是需要时间来建立。你千万不要觉得有些事情是这样浪费时间，这一些时间都是要投入进去的，你没有办法避开的，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把你的心态拉回来回到一个比较平静平稳的状态。你越是喜欢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越是你想要得到手，你越是要冷静，越是要平静，然后越是要一步一步的朝着你的目标前进。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不要太着急，也不要太担心因为我能感觉到，我能看到的就是牌面上面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它就是在告诉我，从你的角度上面来说，这个事情它是可以有进展的，而且它是一个慢慢叠加起来的事情，它是一个慢慢叠加起来的状态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哇好像要花时间这个时间是你一定要花的，没有办法的。你可能也会慢慢的开始意识到，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想说哇我想要快一点达到某一个目标，你真的会觉得你越是着急，越是想要快，事情就越是慢，因为你太着急，你就会觉得身边的无论说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都在阻碍着你，都在阻拦着你，然后你会觉得是一个越是着急越是急躁，然后内心里面越是感觉到不安，事情越是没有进展。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真的哇，你看到这边他就在告诉你，你要慢下来你看休息，那牌面上面真的是很清晰的是，你现在不是要前进的时候，你现在不是要进攻的时候，你现在是要整理的时候，重新开始规划的时候，把你的计划要重新的审视一次，重新的看一次。你目前的计划是有问题的，问题是你想要在短时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件事情，这个目标它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达到的，因为你要在短时间内达到这个目标的话，所有的一切真的是不断的在消耗，然后让你不断的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们讲到这一边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如果说是有对应到你的话，我相信你现在真的是你很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你可能已经开始经历到这一系列的事情了，你会觉得你的眼前是有很多的选择，而且你会觉得很着急的是，我如果现在不去抓这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不是就会从我的眼前溜走？那我会不会就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还是前面所说的，你现在其实不是在做选择的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因为你需要先弄清楚你自己。什么叫做一个好的选择这个选择是符合你的目标的，真正的符合你的目标的，而不是说看起来好像很棒的选择和选项，而是这个选择从本质上面来讲是跟你的想法是契合的，这一个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说这一个选择它可以帮助你去搭建你想要搭建的，哪怕说它不是一步成型，它中间需要有些时间，然后需要有一些精力，就是这一类的目标，又或者是说这一类的选项吧，应该这么样子来说才是对你最好的。那我们第一步要干嘛？第一步就是要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前面有在讲到的是，你其实内心里面有个很明确的目标，但是呢你会觉得这个目标离你渐行渐远嘛？那我们盘面看到这一边的话，它让我会
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哈，你所追寻的真的是你想要的吗？你所承担的这所有的一切，真的对于你来讲是值得的吗？我觉得这个是牌卡上面带来了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且我真的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你太累了，你太疲倦了，而且呀，现在的你啊，说实在的，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适合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你现在不太适合的是要往前进攻，又或者是说好，我现在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现在都有点太早。你眼前的这一些选择和选项啊，你可能也会觉得说，好，我想要看看说我要做哪一个选择或选项，因为选择越多，选项越多，它其实让你的内心产生的是更加焦虑的感觉，更加痛苦的感觉，是因为这些选项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到底要选哪个，我会不会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会不会没了之类的，像这样子的一系列的讯息哈，我会看到在这一边我的牌卡哈，很明确的告诉我的是，有些选项它如果说现在是错过了，你觉得是错过了，或者是说现在当你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它已经没了，或者那个选项它就不是属于你的，或者它就不会为你带来正向性的影响，或者它就不应该是被你所选择到的，有机会是出现这种状态。你现在很疲倦，你现在很累，我能看到的是你身心灵上面都是出现一种焦虑，我们就不讲了哈，焦虑是一定存在的，你会需要一个深度的睡眠，睡不好怎么做选择？是不是焦虑的状态怎么做选择？所以现在的你哈，先不要动，你先给自己一个最深层次的进化。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张牌卡在这边出现，它代表的是什么？你是有能力保护你自己的，而且你的直觉很想要站出来，你的高我、你的指导灵很想要站出来保护你，但是他无论怎么给你传达讯息，如果说你整个人是疲倦的，是累的，然后是睡不够的，那他这个讯息就没有办法传达给你，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睡好觉，重新的跟高我产生连接。因为像这一边的话，我觉得牌面上面是很清楚的是，你要重新开始，你要重新来，你要把所有的一切全部归零。无论说是你的心态，你目前的状况，还有你的有一些想法，包括你的目标，全部要归零。全部归零了之后，你才能看得懂，你才能看得明白，你才能看得清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看得懂、看得清楚，你才可以做出适合你的选择，或者是你要睡好、睡饱了之后，你才能做出一个适合你的选项，对不对？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要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今天头脑都是晕晕的，你要怎么做选择？是不是？你要怎么样子做出一个适合你的选择？必须人是要清醒的，是要睡饱、要睡好的状态之下，你才有机会做出一个真正的适合你的选项。我们在这一边会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你正在一个转变的阶段，转型的一个阶段。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啊，你有没有在这种状况之下？什么叫做转型的阶段呢？就是你的人生正在产生一些变化，周边的环境产生变化，而且我觉得你现在纠结的点有点像是跟海外是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连接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作为你自己本身来讲就是你要考虑说要不要去到海外？这一张这里掉出来的，这个有点像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清晰的讯息，或者是你现在在一个转型的阶段。我们解释什么叫做转型的阶段，比方说从一个习惯里面走出来，就是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你的生活routine、生活规律，又或者是你在一个长期的感情关系里面，你有在想说要不要出来，或者是我这份工作我做了这么长时间，做了这么久，我要不要转工作？或者是我现在比方说我想要尝试一些新的事情，那我要不要从新的开一个副业之类的？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的牌面上面就有一点像是
你本身的生活的形态，或者是说生活的状态，它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了，这个是其中一个讯息。但是它也有可能会有点像你在这个生活的形态，还有在这一个生活的环境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事情已经开始产生了变化，然后你想要有一些新的人生的经验，想要有一些新的人生的开始，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都觉得你正在转变，又或者是它这个转变是一个很明确的是你从 A 要到 B 的一个转点。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状态会有点像是什么呢？转变的这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你甚至很有可能的是你在想我要不要尝试一些新的人生经验，比方说这张牌卡也代表的是你要去海外生活，或者是你想要去其他的城市，或者是想要去个总而言之你就是想要改变的这个事情是确定的，改变的这个事情是你要确保，你会确保它会发生的，但是你想要变成什么样呢？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新的重点，这个部分可能会让你很困扰。因为像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很有趣的地方是，你觉得要变好，我就是要变，我就是要不一样，所以我要跟我过去的生活形态，跟我过去的生活方式要彻底的走向反面，就是完全的 opposite， 走向一个完全对立面的那个方向。但是你越走，然后你越是困惑，然后越是不解，你又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吗？然后我要改变我所有的一些习惯，然后改变我所有的一些生活的方式，然后包括说我身边的人都要全部的换掉。我真的会 enjoy 吗？我真的会喜欢吗？然后我真的会享受在其中吗？我觉得这个部分会让你感觉到的是有一些越走下去越是困扰，越是苦恼。接着我们会看到的是，我们这边很直接来讲我觉得你有点放错重点。什么叫做放错重点呢？重点并不是在于改变的这一个过程，或者是说这一件事，而是在于你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你的最终极的目标，又或者是你最终想要完成的那一个形态是什么样子，这一个才是重点。而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是，你为了改变而改变，它只会让你更加的困惑，而且你内心的热情，包括说你内心的这种我就是想要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的这一件事情，到了最后你会更加的困惑，因为你以为你就是想要改变，你以为你改变了之后就会得到幸福，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在整个过程之中，你会越来越不解，你会越来越不懂，你会越来越看不明白，要想说我都已经变了，就是你有机会是已经站在你过往生活方式的对立面了，就是我已经改变了，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快乐，我感觉不到幸福？我觉得这一边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解释，是因为你要先确认说你要改变成什么样的样子，这一个是要来自于你和你自己的对话，你与你自己内心的沟通，你的直觉给予你的指引，还有你的直觉给予你的保护。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跟你的高我产生连接，没有跟你的指导灵有对话的话，你很有可能就会走错方向。走错方向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很有可能我们这边直接来讲会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一部分的你们现在的一个状态，你们会觉得说我已经变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我已经下好决心要改变了，为什么还感觉到是这么的痛苦？我们的牌面上面会告诉你的是，你会不会因为没有办法跟你内心产生沟通，所以会变成的一个状态是你变成了你自己根本不想要的形态，因为你没有那层保护为什么要跟自我沟通？为什么要我们在不断的强调直觉，还有你的 spiritual， 就是你的灵性的部分会是那么的重要？因为他们会给予你保护，给予你指引，会给予你引领，他们会真正的带你到你要去的方向，真正的会带你到你的光亮会产生的地方。
那如果没有这一层，或者是说没有这一个指引的话，我们觉得就有点像是闭上眼睛，或者是眼睛上面蒙了一层黑纱。好，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尝试，然后你可能前面有障碍物你也看不到，磕磕碰碰的走下去还是走不到终点。这个是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这一章就来了。这一章我们前面所说是自己调出来的，对不对？请你一定要整理自己的内心。真的很重要，请你一定要整理自己的内心，那一些不属于你的，比方说什么人生的期待，他人放在你身上的期待，或者是说你对于人生的一些，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物质的追求全部放下来。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当你所追求的这件事情，它是符合你的灵魂，符合你的灵性期待的时候，钱自然就来了，物质自然就来了，不需要你去追求它。因为这一个部分很重要的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不是一个追求物质的人，你本身是一个追求灵性成长的人，所以你必须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哪一个国家或者是说哪一种生活的状态可以帮助你净化你的内在，重新的与你的灵性相结合，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然后让所有的事情变得更加的丰盛，无论说是物质上面的还是心灵上面的。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看到的很明确的讯息。所以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我们这么说你想要去的方向对于你来讲重要的事情，又或者是说对于你来说是很值得期待的这个事情，说实在的，你的心里面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感觉的。但是呢，就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没有办法跟自己产生连接，或者是说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内心里面产生这种坚定的感觉真的是很难真正的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看，我会感觉到的，你其实是一个，你现在的整个状态是一个能量很强的状态。什么叫做能量很强的状态？因为从我们的牌面上面我能看到的是你的目标很坚定，就像我们前面所说，我就是要改变，我现在的人生就是不一样了，我看到的事情不一样了，我的想法不一样了，我觉得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不一样了，包括到我身边的环境都不一样了。改变的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一定要由我来做主导的，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比方说我感觉到的会有点像你会为自己创造机会。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像是海外的生活，又或者是隔壁城市的生活，它就是总而言之它是一个转变。包括说你本身是上班族，然后呢你想要出来创业，你会为自己创造机会，你会把自己逼到角落，你会把工作先辞掉之后，然后再来看说我接下来想要创业的是什么，有机会是出现这种状态的。这所有的一切它都是你的这个决心坚定坚毅的表现。你就是一个有人会说你是固执，有人会说你很坚持，有人说你很有个性，然后有人会觉得你太死板，就是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会想要来告诉你，因为你对自己其实是还蛮狠的，就是你对自己是有很强的要求，然后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你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不是应该要把自己逼到角落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们现在这一系列的牌卡出现会告诉我，你其实已经进入了角落很多次，都是被你自己所逼出来的。就是你会觉得说我想要改变，那我现在这个方向是不是适合自己？我不知道，我想要试试看。那么你刚开始试试看，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很辛苦，然后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很痛苦，要不要去做？我不管，我先逼我自己。我很辛苦，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做起来也不开心，我不管，我先逼我自己。我看到的有点像是这种状态。首先你的这个能量就我们前面所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谈论到能量很强的一个事情，请你一定要把它放在正确的地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现在是要做的是要来打一个你的新的人生、新的生命的基础。那么
你不会想要把自己逼死，你不会想要把自己逼到难以呼吸，你会想要去做的是重新的让你的生命找到呼吸的机会，重新的让你的生命产生像这一张牌卡所看到的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新的血液，你重新有一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这个其实是你所追求的，对吧？因为有这种重新的开始建立人生的基础，或者是开始建立生命的基础的这件事情，所以你才会觉得无论如何我想要改变，无论如何我想要转型。但我们要考虑的是，你想要在哪里来建立你的人生的新的基础，你想要在哪里让你的人生可以有新的呼吸，而这所有的一切，你会需要听到的是你自己内心的给予你最直接的回答。因为我能感觉到的是，你内心的那个声音你听不到，你也不知道这个声音的存在，你有可能会知道自己的直觉是很强的，但是你不一定会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你总是在外面寻找，有点像是这种状态，总是做各种各样的尝试，然后让自己觉得很沮丧，因为你做的这些事情它就不是属于你的，你做的这些事情它就不是跟你的内在是产生连结的，所以你会越做越沮丧，然后越是找新的事情做，然后越来越沮丧，它就会进入到一个负面性的循环。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其实很简单，我觉得我们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啊，想要给予你的一个指引就是去睡觉，去休息，去休息之后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1天2天，真正的和自己对话，不要着急，你没有错过任何的机会 OK， 你没有错过任何的属于你的很棒的机会，因为是你的，会在你准备好的时候送在你的面前，这样子的话你才能抓得住。那如果说你自己的状态不是好的，再好的机会你要是抓不住，它也没有办法服务于你。这个就是选择到这一组牌卡想要给你的很重要的讯息。现在那我们继续的来抽几张牌卡来具体的看一下。我真的有一种超级强烈的感觉，我觉得你的能量爆炸到你无处安放，但是一旦你的这个能量放在了一个对的地方，又或者是放在了一个属于你的地方，接下来的话你能感受得到你的人生就是完全的整个直线上升的感觉。那现在卡就卡在哪里呢？你有这个能量但是呢就是该怎么办，放在哪里好像放在哪里都不对，所以你就感觉到超级卡。这一张牌卡它在这一边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想要来告诉你的，他会来想要告诉你的是说你需要放松，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你看哇天哪，我们的塔罗来告诉你需要放松，然后接着我们现在所抽到的这一个 Oracle 也在告诉你要放松。你真的是太紧张了，太紧绷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你越是着急想要去找答案你的大脑就完全没有休息，没有办法让它平静，那你反而是找不到，你反而会兜兜转转，错失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到了最后你还是会找不到。这一种沮丧或者是这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这种挣扎或者是说情绪上面的这一种拉扯到了最后你真的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痛苦，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辛苦。哇，那你要怎么办？就是你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真的是平静下来放松下来了之后，你自然就发现说那个机会就在那边，你只要伸手你就能抓住它，根本就没有到多远，根本就不用绞尽脑汁，根本就是随手可得的事情，你就是这种状况。所以你一定要放松。我们所说的放松不是说好我现在去睡个觉，我现在放空，真的是身心灵的那种放松，身心灵的完全的是进入到一种平静安稳，然后是那种完全的，我觉得是那种感觉到身体轻飘飘的感觉，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重任，放下所有的这种压力的那一种放松。
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显示出来的。只要你找到那种感觉，那一种真的是发自于内心，从内心最深处的那种放松的状态之后，你就真的是会发现你的资源很足够，你的人脉很足够，所有的一切你身边的不是在阻碍着你，反而是在帮助着你。但如果你看不到，那就是看不到。那你紧张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它，但是你放松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在运行的。现在让我们来看守护天使有一些什么样的讯息。你看这一张我们从牌面上面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们从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就已经是在告诉我们，你是被包围起来的，你是被保护起来的，你是被照顾着的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我觉得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跟自己产生连结，又或者是你不知道如何跟自己产生连结的话，那你真的是会觉得自己无论在做任何的事情，好像都有一种跟世界隔开的这种感受。这个真的是我们这张牌卡所告诉我们的，它就是想要告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是，你要找回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规律，你要找回属于你自己的内心的这一个对于自己的公平性。我不知道这么解释有没有把它解释清楚因为这张牌卡它会告诉你的是，其实你是你自己的引领者。你现在的状态我们说实在的，好像有一些反转过来，是因为你要去追求这件事情，然后不断的要求自己改变。但整件事情它应该是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你因为你想要去追寻这件事情，所以你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 energy 都放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然后你自然的会做出一些变化。而这一个变化就是为你自己而做出的变化，不是为那一个事件而做出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想要来告诉你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你不应该去追寻外在的事情，你应该要看到的是自己内在的状态，要看到的是自己内在的能量，内在自我的保护，自然你就会朝着你的方向去进行，自然就会找到属于你的。最后这边是自己调出来的，你看，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界限，也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局限。这一张牌卡会告诉我们的是，你会需要是一个打开的状态，一个完全开放性的状态。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值得尝试，但是我心中最清楚的知道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一张在这一边我觉得真的是很特殊，也是一个很棒的状态，因为它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其实你身边的资源是很足够的，你身边的是所有的一切是由你来做选择的，是由你来做选项的，你身边没有在卡关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自己就是在这一个，就是你觉得自己的选择范围就只有这么大，然后你觉得自己的选择范围已经没有办法再扩张的话，你的选择范围就真的只有这么大。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然后这一张牌卡在这边的话也会告诉我们的是，其实会有很多新的一些机会，新的可能性它在等着你。还是那句话，你的机会很多，你也知道你的机会很多，所以才会那么的困扰，才会那么的苦恼。但我们这边所说的这个状态会有点像是你想要如何的升级你的属于你的机遇，你想要如何的让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进展，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只要是你自己本身是一个清晰的状态，你自己本身是可以跟自我连接的状态，那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我也会看到的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其实你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困惑，现在可能会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你的人生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地方是让你觉得未知，但是所有的未知都代表着机遇，所有的未知都是代表着可能。我觉得还是那一句，不要把自己逼到墙角。逼到墙角，它并不会让你变得更好，
它并不会让这件事情得到滋养，把自己逼到墙角，只会让自己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感觉到更加的沮丧。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它不是属于你的，我们可以尝试的去找一些看起来不是那么热门的事情，有可能那些事情就是符合你的人生的需求，或者是说符合你内在的声音。但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只有开放的心态才能选择到真正属于你的未来。 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一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都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选择到第二组的你这张牌卡很有趣。这张牌卡和苹果树，苹果它是有一定的连结的，也就是在讲，如果说最近你想要吸收一些好运，又或者是你想要一些新的灵感的话，可以尝试吃苹果看看。好，这张牌卡十分的有趣。好，那这张牌卡它讲的是什么？首先它告诉我们的是丰收、丰盛、上帝的视角。好，另外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这张牌卡告诉我们的是如何的看到整件事情的全貌。因为这张牌卡在这一边的话它会告诉我们的是所有的万物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你有看到吗？这一个圆形的中间，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万物，是从地球的最中心开始，海浪、鱼、鸟，然后所有的万物全部都是在这一个圆盘里面。这个会是你接下来的状态，又或者是说这个是对于你来讲十分重要的状态。代表的是什么呢？如果说你现在是卡关、看不懂、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现在感觉到焦虑无助的话，请你一定要往后退一步，来看一看世界的全貌，然后来看一下所有发生的事情，你就能看懂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又或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阶段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当你开始觉得所有的事情难以控制，当你感觉到所有的事情在你的面前一座一座的大山，或者是在你的面前让你觉得无法去对抗，然后无法去正面跟他对刚的话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跟这个事情站得太近。因为这张牌卡它真的就在告诉着你，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你掌控不了的。为什么这么样子来说因为你选择到了这张牌卡，它其中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在讲说你本身是拥有魔法的人，是这样吧？所以你能在你过往的人生经验里面你其实是有克服一个一个的难关的。就算是发生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就算是发生了一些让你觉得哇天哪也太痛苦的一些事情，但是你总是有方法，你总是知道要如何的去从这个环境里面走出来。这一次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次会比较棘手一点的是，我觉得你有点站得太前面，你有点跟这个事情的距离有点太近，有可能这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然后有可能它是一个很牵扯到你的情绪，让你的内在波动很大的事情。越是这样的事件，我们越是要往后退一步，然后我们越是要看一下事情的全局和全貌，越是可以帮助你重新的找回属于你的掌控。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不要慌张，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全部的都是在你的手中，你的魔法可以打败所有的一切，但是你一定不要站在太前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如果我们站在这个事件的正前方，你会觉得说哇天哪，这个山也太大了吧，这件事情也太棘手了吧，这件事情也太困难了吧。那如果我们往后退一退，跟这个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你就会开始发现说这个事情好像也还好，然后你会找到其他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因为你站得远了你就不会让自己的视角
出现局限的状态。我们前面还在讲到大山，有没有？我觉得你现在真的就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哇，很棘手很多的一些事情，就像这张牌卡，你能看到的是有火在燃烧在森林里面燃烧，在树木里面燃烧，焦头烂额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然后你会觉得自己现在其实是没有能量、没有力量去做任何的改变，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太困难了，所有的一切都太辛苦了，所有的一切都真的是会让你觉得不在你个人的。首先我们先不要说是不是掌控之内，你就会即使是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可以完成的，是你可以掌控的，你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去做它。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当人觉得太疲倦太累的时候就连喝一口水你都会觉得哇天哪，也太辛苦了吧，要做起来要做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你目前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仔细的来说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一点难以用言语形容，因为首先我看到了一个状态是，如果现在我问你，你觉得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做得到，你会知道，你心中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可以做到的，可以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个火是给你可以被你所扑灭的。但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很累，心力交瘁，你有这个能量，或者是说你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现在没有，因为你现在会，我们换句话来讲我们这两张牌卡会让我感觉到的是，这个事件它不是说昨天发生的，不是说上个礼拜发生的，它已经连续一段时间了。你会感觉到的是，我跨过一个大山之后，又是一个山，我把这一次的火熄灭之后，又有一次火，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就是这不断发生的事件，连续发生的事件，然后让你会觉得哇，我的能量已经全部散去了。就是这种情形无论说是谁，你就算是刚开始再有热情，然后对事情再充满希望，反复的这么去做，它就会把你所有的热情完全的燃烧殆尽，从而会让你真正的有一种很痛苦的感觉，内在痛苦的感觉。它会让你感觉到的是说，这个事情我真的可以完成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尽头？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那这张牌卡在这一边，他会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他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你其实应该要做的，或者是最好要去解决的，不是说翻越过一个一个的山，也不是要熄灭一次一次的火，而是就不要管这一些事情，重新的找一条路。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讯息。说实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可能对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来讲，其实是会有一些辛苦的，就是有一些内心里面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接受的。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其实是代表说你过往这么一次一次的把火熄灭，然后一次一次的翻越过大山，这一些努力全部都要白费。它代表的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其实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似乎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一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辛苦的一个处境因为要你完全的放掉过往所发生的事情，完全的放掉过往的一些状况，你会重新的开始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嘛？我之前在做这些事情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建立它，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做它，或者是说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完成它，到了现在这些事情全部都是白费吗？就是这一点是需要你去认知到的，或者是说这一点是需要你来接受到的。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也会让你开始有一些质疑自己的判断。在过往它也在考验着你是否知道如何 let go，
如何放手。所以你有看到，其实是一个很多面向的人生的课题，还有人生的主题。但是你一旦是完成了这一个主题，或者是说完成了这一个人生的课题之后，你就会重新的看到希望，你就会重新的看到这一个星星，你就可以重新的开始许愿，重新的开始找到自我本身。所以我能感觉到的是，现在的你，我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假如说我前面所讲的都有对应到你的话，你比任何的人都清楚，你比任何的人都明白，如果你想要丰收，想要丰盛，你就必须要放掉之前所做的事情，不是白不白费功夫，也不是说那些事情对于你来讲重不重要，而是说那个阶段的完结，那个阶段的结束。所以你必须要把前面的事情打好一个包裹，然后开始人生的新的阶段，新的开始。有些事情必须要放下，有些事情必须要放手，甚至会是那一些你努力了几年的事情，想要经营起来的事情，在里面投入了很多的事情，哪怕是这样子的一些事件，现在你都会有一种，我觉得它是一种超级复杂的感觉。你其实也知道有些事情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些事情已经无力再挽回，但是真正要放手又变得很痛苦，这个是我目前所看到的一个状态。而这一张牌卡它会告诉我们前面就有提到的 magic， OK， 你是拥有魔法的人。现在的你面对眼前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其实你需要的是时间来接受，需要的是有一些时间来说服你自己。因为这张牌卡它就是告诉你，我们前面就有提到的是，你要往后退一步。如果说你站在这件事情的前面，你觉得分手或者是放手是一件太痛苦的事情，分开、分离，或者是放弃、放下，这所有的一切对于人来说都是太辛苦的事情的话，那么你就往后退一退。你会开始发现你过往的这一些努力，或者是说你过往的付出，它可能是你人生这么长的人生里面的中间的一个小部分，它不代表你全部的人生，不代表你全部的希望，不代表你全部的未来，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部分。或许这样子的一个视角可以帮助你重新的来理解，重新的来看待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这一张牌卡也就在讲说你的希望我们前面就有在提到你的希望，你的明亮的未来在前面等着你，所以你必须要开始。我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一部分的你们已经开始在做，跟过去的你，或者是说过去的人生的阶段说再见，你才可以迎向新的阶段。我们接下来是这一张 OK， 哇，这一张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觉得有点像是你的一些感情关系，或者是人际关系。因为这张牌卡在这边出现的话，我会感觉到一个还蛮明确的，你需要放下放手的，有点像是被你就是已经卡关你很久的一些状况，跟人是有关系的，可能不单单只是一个环境的状态，有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有可能是你的伴侣，有可能是你的同事伙伴，然后有可能是你的朋友。总而言之，这个人他会是曾经与你惺惺相惜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才会让你感觉到这么的痛苦，感觉到这么的难。因为曾经的惺惺相惜大家都是很了解彼此的，但是你会发现的很明确的那种感觉是，就是最近期有些事情是真的正在慢慢的做改变，正在产生慢慢的变化。是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大家渐行渐远，没有办法，大家开始有一些想法开始变得分道扬镳。之前你们的人生目标是一样的，或者是说你们对于喜悦对于幸福对于很多的一些事情的设想都是一样的，然后你想到这一段关系的时候是幸福的，是快乐的，是满足的。但是在近几年，可能不单单只是在现在，我看到的它会有点像是累积，你会经常进入到一种爆炸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经常你的情绪好像被点燃的感觉，而且这个状态会有点像是
你刚开始的时候会爆炸，就整个人会反应很大。当对方可能不小心踩到某一个点，又或者是某些事情踩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情绪刚开始的时候会很大，但是慢慢的，你会开始就已经是疲倦累到不想要再做任何的反应了，因为你觉得在做任何的反应都没有办法，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任何的事情了，对方不会改变，情况不会改变，然后你在当下也没有想要改变，那所以这个事情就只能这样子，就一路在拖。而我在最近就是牌面告诉我的是，就是在最近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情绪已经到了一个满点，已经到了我看到了整体的状态，会是一个被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情绪，到了最后你不是因为情绪爆炸，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们在讲说情绪爆炸的时候，感觉上面好像一下子理智线断掉，我觉得不是这样子，而是你的情绪一直是沉在海底的，有点像我们这一张牌卡的这种感觉，一直是往下沉的这种状态哈，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你感觉到极度的不快乐，甚至当你看到这段关系，感受到这段关系的时候，这段关系你会慢慢开始发现它就是你焦虑的来源，它就是你焦虑的原因。但是像我们所提到的，它不一定是感情关系，但一定会是跟你曾经有心连着心的人，曾经那一个让你觉得很懂你的人，曾经那个跟你就是共同的去追寻人生的目标，还有共同的去创造人生价值的人。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有可能是你的朋友，然后有可能是你的同事，也有可能是你的家人，但所有的事情慢慢的开始发生，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避免，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大家的成长轨迹不一样，即使你们曾经的心是多么的紧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会看到的是慢慢的你们会开始走向不一样的旅程，不一样的人生的方向，不一样的人生的目标，你所追求的和对方所追求的不一定是对立的，但肯定不是在同一条路上面，所以你们的交集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但是你们的这段关系又是一个被绑定的关系，是一个必须要说出分开、分手、离开才能产生的离开这种效应的关系。我看到这一边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是感情关系、爱情关系的话，那必定就是大家要分手嘛，要说出分手，要说出分开，那么你们的关系才会分手，才会分开。那如果说是像是朋友，你们可能之前关系很紧密，然后也有可能这种状况，也有可能会是你感觉得到，你感知得到，但是对方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的感觉和感知，对方只是会觉得你怪怪的，所以你会想要把话说清楚。而且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我真的是会有一种超级强烈的感觉，它是从一个 community 或者是一个家庭里面分隔开的状态。如果说是原生家庭的话，很有可能你要搬出来，你会想要搬出来，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重新的看到属于你的自由，重新的看到属于你的希望，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被捆绑住的。而且我们如果说的是感情方面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会更好理解他可能会是在告诉你，你会需要从这段关系里面走出来，从而让你更加的可以活得像你自己，可以让你更加的掌控你的人生，也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张牌卡在这边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牌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话题，然后它也会是一个有很多很复杂情绪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能看得到的说，你会想要从这段关系里面走出来，又或者是说你会想要结束这一个阶段，其实你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哪怕说你今天你要是心脏再强一点点，你要是忍耐度再多一点点，你可能都不想要离开，因为有太多不舍，有太多记忆，有太多回忆，有太多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当你真正的去面对到这个人，面对到这段关系的时候，然后你的情绪里面的波动也会很大。但你也很清楚的知道，
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再忍耐，你没有办法再忽略自己的情绪，你没有办法再告诉自己这所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大家如果在一起一段时间成长起来了之后，可能他会改变，你会改变，说不定又可以在一起，你自己都没有办法骗你自己了。这个是盘面上面所看到的，那所以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你们之间的关系的终结嘛，或者是说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这一个这个时间点也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清晰的讯息，它就是想要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如果你往后退，你就会发现这个可能只是你人生中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会是一个部分。好，这个是我们目前牌卡所看到的这一张啦。说再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能感觉到的是，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呀，你心中的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你心中有很多的一些感受，可能会比较倾向于我要继续忍下去，还是说我应该开启我新的人生。好，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个牌卡，我觉得你现在真的是有点像是情绪很满，或者是说你到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嘛，一个像是要做选择，而且这一个选择不是我们很简单的说今天要吃什么的这种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选择和人生的选项。因为这一个人生的选择还有这一个人生的选项，你的人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你的人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开启，你会开始真的有那种感受，是会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对于很多的一些在你身边所发生的一些状况，你会有全新的感知。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因为我们看到的这边的是，你现在会需要来处理的是自己的情绪方面的状态。你在做一件你觉得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不代表你会觉得不难过。你在做一件理性上面会支持你的事情，不代表你感性上面也可以接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这张重点一定要画起来，这张很重要。这一张所说的是一个突发的状态，它所显示的，我们从牌面上面就能看到，这个高塔它是拦腰截断，开始往下掉，然后人们在奔跑。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会发现的是可能在近期，当你看到这支占卜的近期，有可能有些人已经发生了，一部分的你们可能已经发生这种状态，是有些突发事件的产生，让你下决心了。还记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吗？你可能会有一些犹豫不决，或者是说我还能不能忍？你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些情绪，或者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些感受。总而言之，有太多的事情是会让你觉得不是那么的肯定，不是那么的确定。但是这一个突发的事件，你知道吗？一下子我觉得它不是把你打醒，而是它一下子让你更加的清楚的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又或者是说你的选项是什么。这一点真的是超级重要的。因为你会需要有这一个事件，你可以说这个事件的产生是强迫着你做决定，强迫着你下决心。你也可以说因为这一个事件的产生，让你的内心里面突然之间闪过了这个念头要把它实现。但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都能感觉到的是，你的这个直觉会因为一个事件打进来之后，你做了决定就不要再回来了，就是你不会再回来了，你就会头也不回的真正的去往人生的下一个方向。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就算是在当下你的心情是有波动的，就算是在当下你的心情是有很强烈的起伏的，但是你的决定都会做，就是在当下你就完全的已经下了狠心了，会出现这种状态。
而我牌面上面所告诉我的是，你会带着你心中的情绪，真正的去往人生的下一个方向，真正的开始重新的耕耘你的人生，计划你的人生，因为你的人生的形态变得不一样了。我不知道这么说有没有把它解释清楚，因为我能感觉到的是，可能在之前你做所有的事情，身边都是有陪伴的。你做所有的事情，然后你身边都是不一定说是要来帮你啊，或者是干嘛的，但我会感觉到的是，你身边都会有一个人来帮你来做打理，好，是不是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去面对着所有的事情的，但是因为这个事件，你将会发生的是彻底的变化，彻底的改变。这一个事件会让你彻底的分开、分离、分隔，好，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很多的事情，你必须要自己去规划，自己去计划，然后自己去琢磨一些细节的部分，重新的来滋养这一个你的人生的规划。而且接下来的人生的规划，很大的几率，很大的可能是你自己一个人，所以这对于你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要重新来适应的环境嘛，又或者是说重新来适应的状态。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不容易。而且特别是情绪的部分，你可能会需要重新的来调整自己的心理的状态，又或者是说我觉得这边不是来压抑千万不要压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前面都有在讲到说情绪会很复杂，情绪会有些起伏，但是情绪上面起伏，你即使是情绪上面的起伏，你也是知道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去做的，必须要去完成的，然后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 difficult， 更加的困难的去执行。但即使是这样子，你还是会去做，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对的。我们要做的是如何的来找到一个平衡性，而不是要如何的压抑自己的情绪。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它其实就已经给了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给了你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要如何的找到你的平衡呢？那也就是说你要往后退一步，你要重新的理解你目前的处境，你看得越透彻，你看的就是全方面越来越广泛，你就会越来越懂，你就会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一定要这么解决，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为什么这个事情要这么做，然后为什么一定要从这个环境里面走出来。我会看到的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不代表你不会觉得辛苦，不代表你不会觉得痛苦，但是当你一旦看懂了之后，你更加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又或者是说对于你来讲更好的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吧。你看，哇，真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看到的很重要的讯息，对吗？真的，这个我觉得你最近在经历的就真的有点像是你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卡，然后真的会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现在牌面上面会看到的是当你一旦从之前的环境里面走出来，跟之前的人分开了之后，你会马上的感觉到命运就站在你这一边。什么意思我会看到的是，你能马上的感觉到你的好运会来，你的时间点到了，就是你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那么你可以自由的为你自己做出选择，自由的为你自己做出选项，而且你一旦从你之前的环境里面走出来之后，你的金钱就能累积起来，这个也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你会更加的知道如何的照顾你自己，如何的滋养你自己，那代表的就是你会把所有的 focus 放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一边这一组真的是超棒，因为他告诉我的是你前面很辛苦，前面很痛苦，前面很难过，然后你可能会犹犹豫豫很长时间，然后在这个情绪里面挣扎很长时间，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这边直接来讲你可能你很大的机会了也会反复很多次，但是你知道吗？你是一旦从这个情境里面彻底的走出来之后，你就不会有悲伤的感觉，
你反而是会觉得说，哇，天哪，我终于出来了，天哪，天空也太明朗了吧，天哪，这一个空气也太清新了吧，反而是这样子的感受。你反而是会在想说，哇，为什么我之前做决定没有做早一点点？好，我为什么之前在想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犹豫，这么多的挣扎？我早一点出来的话，我早一点可以享受自由的空气，我早一点可以享受人生，不好吗？你反而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哈，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超级超级有趣的。然后我也觉得说这种状态哈，它会让你重新的开始理解你的人生，因为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比方说你在之前的整个情境里面，又或者是说在之前的状态里面，你会觉得你的人生的形态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必须有这个人在你的身边，或者是有这个家人，有这个人的支持，有这个人的帮助，然后你的所有的事情才能建立起来，然后所有的事情才会有机会建立起来。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慢慢的，当你开始真的从这个环境里面走出来之后，真的从这个处境里面走出来之后，你才会知道说，诶，我可以耶，我又可以了，就是我其实很不错，我很行啊，就是你反而会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你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钱嘛，可以开始重新的累积，物质方面可以开始重新的累积，对于自己的关心和照顾还有爱，也可以开始重新的累积。所以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极好的开始，极好的开端，但是你必须经历到前面的痛苦的部分，然后你才有这种很切实的感觉，你再回溯你的过往，你才会觉得说，我可能之前真的是不是看得很懂，不是看得很全面，所以我的情绪才会没有办法走出来。但是我一旦看懂了所有的一切，一旦看懂了在眼前发生的所有的细节，然后再包括我看懂了整个事情的全面的蓝图，我才知道现在的状态才是最棒的，才是属于我自己的。那我们接下来这一张啦，连接起来。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它最重要的一个讯息是你打算如何的跟自我产生连接。我觉得这张牌卡在这一边我有一点 tricky， 就是有一点要怎么样来解释呢？因为它会让我感觉到的是，其实你对于很多的事情你是看得很懂，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真的有一种超强的感觉，我会觉得的是，你好像在不断的拒绝，你好像在不断的，一方面来说你拒绝和自己产生连接，然后呢，你拒绝跟自己对话，有可能就是那个情绪你在这个其中，你很难跳出来，然后你很难看懂，你很难挣脱出来。的确可能会有像这样子的原因，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在当下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必须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是有机会，是有几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像 denial， 我们就是否认、否定，有点像这种情形。但在这一边的话，我看到的也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否认自己的这一个阶段已经完结，就算是你知道人生的这一个阶段已经完结，你否认自己，就是你不想要成为第一个说出口的人，第一个表达出来的人，然后第一个站出来的人，有点像这种感觉。所以他会有很多跟自己失联的一个状态，又或者是跟自己的内心有点你就是自己内心找不到一个平衡性，然后不断的在跟自己内心打架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张牌卡会告诉你的是，你如果想要得到快乐，如果想要给予自己滋养的话，那么你需要做的，你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和自己重新的产生连接。这一点真的是超级超级的重要。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我必须想要告诉你的是，你值得更好，你值得更棒的，你应该要值得更好的。因为这张牌卡真的是传达出来了很多的讯息，你给予他人爱，给予他人滋养，然后给予他人鼓励，你在他人最伤痛的时候，最需要帮忙的时候，最需要陪伴的时候，你都会义无反顾的在他们的身边。
那也代表的是你在自己身上所花的时间是很少的，你对自己的付出是很少的，你对自己的照顾也是很少的。那这个时候它就出问题了嘛，有没有？你必须要学会重新的爱你自己，好，然后你才能让你自己内心的感觉，然后内心的感受，这种积压起来的或者是情绪的溃体得到一个释放。那你必须要和自己产生了连接之后，我觉得你才能真正的把最后的一块拼图拼好拼完，你才能真正的看到是一个完整的局面。接下来让我们来抽一张守护天使的牌卡。你看这一张牌卡哈，在这一边的话，我看到的是希望，然后我看到的是未来，我看到的是对以后的生活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个天使哈，它代表的是 resilience， 就是它代表的是重生，从谷底反弹，然后它代表的是事实的指引，然后同时间它也在告诉你的是你的人生可能有的方向，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方向才是最适合你的，都是由这一名天使来传达给你的。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哈，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讯息，它会告诉我们的是说，它其实从某一种方面来讲的话，它会告诉你这个是你人生必修的功课，因为你要通过了这一个功课之后，你才会找到自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哈，如果你没有完成这一个功课，如果说你没有完成这一个挣扎，或者是说这样子的纠结的话，你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自我。虽然说这么讲好像有一些伤痛，又或者是说虽然这么讲好像在伤痛里面学习，但是这张牌卡真的是像是那一种在重重困难下，在重重的痛苦之下，你终于开始意识到我是谁，就是自我是谁，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在哪里，然后开始意识到说我要如何的忠于我自己本身。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一张牌卡所带出来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一个讯息，也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能告诉你是你最终应该也可以拿回你的主导权，你最终可以找到那个属于你的时刻，最终你会开始建立你内在的自信。建立这个自信代表着是你开始知道要开始对自己忠诚，要开始服务于自我本身。这一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带给我们的，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到我们全部牌卡的讯息。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些时候真的就差了那一块拼图，我们的人生就很难变得完整，又或者是差了那一块拼图，有些事情可能就想不通。但是你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真的在一个完全转变的阶段。最后你看，让你的内在给予你指引，然后让你的内在帮助你去找到属于你的方向。这一张牌卡在说的是你的梦想终究会实现，但是你的梦想是来自于你的人生的规划，还有你对于你人生的期许，你对于你人生的希望，或者是说你对于你人生的要求。这张牌卡在这边它会告诉我的是，这会是一个辛苦的开始，我毫不掩饰的来告诉你，因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我，无论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面，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阶段。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最重要的就是你为什么想要获取独立，你为什么做这一个决定。这一个决定必须是要对于你来说，你自己本人来讲是 meaningful 的，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那么它的这一个意义还有这一个价值就会成为你内在的驱动力，这一个驱动力就会帮助你做正确的决定，去往正确的方向。因为你对于自己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了解，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所以接下来的所有的一切很辛苦，是因为要默默耕耘，但是也很轻松，因为你找到了目标，找到了自我。OK， 好，
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2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3组的朋友。选择到第3组的你哈。这一张牌卡，它给到我们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你觉得你身边的人都在误会你，都在误解你，他们看不懂你，也听不懂你，但是他们好像对你很有看法，然后对你很有意见。我们这边所说的意见会是那一种，就是你明明觉得他们都不懂你，都听不懂你，但是他们都能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他们就会直接讲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是这样的人，或者他们就直接说你一定喜欢这个，然后你一定讨厌这个之类的。这个就是这一张牌卡。这一张牌卡它告诉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你是生活在一个 misunderstanding， 别人都对你有误解的一个环境里面，或者是说有误解的一个状态之下，那这一边可能就会产生的一个状态是会变成是说，你可能之前或者是你一直以来这种状态会让你感觉到很困扰，会让你感觉到很苦恼因为你会觉得说大家都误会我，大家都误解我然后你要如何的去证明你自己，如何的去表现你自己。大家对于你的误会和误解，有的时候它会让你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发生，它也会让你觉得内心里面十分的难受，内心里面十分的不安。所以可能在你过往的时间里面，你花了很长的时间想要来证明你自己是谁，想要告诉他们你是谁。这个是这张牌卡告诉我的重点就会变成是你越是去证明你自己是谁，然后你越是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回应，或者是说大家还是误会你，大家还是误解你，然后大家还是觉得说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尝试过，你努力过，但是到了最后你会觉得好像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让别人改观。而这张牌卡出现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吗？是经历到一系列的事情，然后一系列的想要证明自我之后，你终于开始理解到的是，我只需要肯定我自己，我自己不误解我自己就好了。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知道我的能力，我知道我能做什么，我知道我的人生长什么样，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棒。我干嘛要去管别人怎么想我？我干嘛要去管别人怎么看我？我看到的是这种成长的曲线嘛，又或者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状态。那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呢，我相信一部分的你们可能目前正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可能你还是觉得很在意别人的想法，有可能你还是觉得说很在意别人所说的一些话，或者包括说人家对你的一些态度之类的你可能还是会很在意这些事情。另外的一部分的你们呢，已经开始慢慢的从这种环境里面走出来了，你开始越来越专注在自己本身，你开始越来越只在意自己本身。你越来越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对于我的想法，他们对于我的建议都一点都不重要，对于我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有我对于我自己的想法，我是怎么看我自己的才是最重要。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会看到的是你的人生就会有全新的开始，你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感触，包括说有一些伤痛的地方都会慢慢的愈合。这个就是这一张牌卡所带给我的重要的讯息。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张，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做选择，
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做决策的。怎么说？我目前的感觉哈，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啊，你现在的人生哈，是不是在一个很艰难的一个阶段呢？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讲呢？首先哈，我们看到这一边的是，我大概能感觉得到，我们前面所说到的那个状态，比方说你身边的会有很多的人误解你，好，然后身边很多人不了解你，但是他们对你都很有看法，很有想法。我会看到的这一点是，他们都在嫉妒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因为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因为你看我们这边呢，你看这2张代表了什么？你在资金物质方面是很充足的。我们这边不是在讲说哦，你一定会有很多的钱，而是你身边会有很多的资源，而且身边会有很多的资源将会成为你的助力。而这一些呢，似乎对于你来讲不是那么的重要。为什么哈？我会看到的是，你会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或者是你会希望得到他人的是称赞嘛？而且我们这边直接来说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的整个画面是，无论现在的你有多么的成功，无论现在的你有多么的富足就真的是资金、金钱的各个方面呢，就是富足的这个概念，你始终会有一种，我们这边直接说哈，有点我会看到的也像是童年的一个阴影，跟童年的记忆、童年的回忆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你可能在童年的时候经历到了一些事情，然后让你觉得不够好，又或者是让你觉得我应该更好，然后你对于你自己很严苛，然后对于很多做的一些事情你会不放过你自己，拼命的不断的让你自己做得更好。那么你因为有这么自律，然后又加上你自己本身的对于自己的要求，然后接着你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你变得越来越富有，因为你具有这样子的特质。当你变得成功之后，但是你还是觉得不够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它有点像是来自于童年的一个记忆，童年的阴影。我们再直接一点点，我这边直接来说哈，因为不一定是对应到每一个人因为大家人生的状况是各种各样的。我在这一边的话，我能看到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就比方说有一点像是可能你在童年的时候需要得到父母的认可、长辈的认可之类的，但是你在童年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这样子的认可。长大的你开始变得更加的努力，然后愿意付出更多，然后想要得到更多，然后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更加成功的人，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更加厉害、更棒的人。你成功了，因为你有这样子的特质，当你再去做一件事情，当你再去努力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但不服输，同时你还会不断的要求自己，强迫自己做得更好，做得更棒，做得更完美，做得更完善。所以你成功了，但你成功了之后，其实你的这一个成功就是你到了最后你获取的这一个成功，无论说你赚了多少钱，也无论说你变得有多么的富有，你还是觉得不够。为什么不够？因为你最想要得到的是你拿着你的成绩回去，得到你的长辈或者是家人的认可，类似于像这种状态。当然我不是在讲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牌面上面让我看到的是这种感觉。当然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着用这一个例子来理解一下是不是有符合到你的一个情境。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告诉我一个很明确的讯息。首先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必须要认可你自己，你才可以从这种 mentality 这种心态里面，这种状态里面走出来，挣扎出来。说实在的，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其实一直都想要在这一个环境里面走出来。因为这个环境说实在的，对于你来说是一个还蛮痛苦的状态，对于你来讲是一个还蛮辛苦的一个状态，因为你真的是会觉得无论你在做什么好像都不够，
有的时候你也会问自己啊，我好像已经做得很好，我好像已经做得很棒，我要怎么样子才会要让他们看到，才会要让他们知道。而我们的牌面所告诉我的是，你不需要让他们知道，你不需要让他们看到，你自己做得很棒，你知道你自己做得很棒，那就很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选择到的是这张牌卡？它会告诉你的是，你会需要做一个抉择，你会需要做一个选择，或者是你会需要做到一个了断。是什么意思呢？你到底是要自己的认可，还是要他人的认可？如果你要他人的认可，你就只能不断的往前追，永远都追不到。但如果说你今天是会想要让自己的认可的话，那么你就要放弃你对于你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的这一个想法，类似于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而我觉得这个可能对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来讲，真的是一件还蛮辛苦，甚至有一些痛苦的感觉。而且我看到这一边啊，我会感觉到的是，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啊，你可能目前来讲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在寻找自己，你从他人的眼中寻找你自己。你可能在某一个瞬间，或者是说某一个时间点，你真正的有找到你自己，真正有看到你自己。可能你做了某一件事情，让别人看起来会觉得说，哇，你很厉害，你很棒。但是这一种幸福感很快就会散去。我相信你的人生里面是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慢慢的，你可能会开始回想，或者是说重新的开始理解自己的处境，重新的开始理解你自己是谁之后，你慢慢的会开始知道原来掌控权是在自己的手上。原来我只需要成为我自己。我看到的是经过这一个决定，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你到底是要符合他人的期待，还是说你要符合自己的要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基本上80%-90%的是确定你会选择你自己，因为你选择他人那是你之前的状态。而当你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时候，我相信你之所以会选择到这一张牌卡是因为你也开始相信自己的人生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要重新的开始自我肯定，重新的开始自我规划，重新的开始认可自己本身。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真的是一个十分清晰的讯息。那也代表的是我觉得接下来你会拿回你自己的主导权，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讲，这会是一个让你压力很大的一个转变，很大的一个事件。但是这一个转变，或者是说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你本身的改变，它也是来自于你身边的人给予你的压力。就是这张牌卡所显示的是什么意思大家不喜欢你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大家不喜欢你有自己的态度，或者是说不喜欢你有自己的追求。因为当你有自己的态度，有自己的追求的时候，那就代表的是你不再给予他们服从，然后你不再给予他们想要的。我看到这一边的话，我还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很明确的感觉，我会觉得的是接下来你会开始寻找你自己的人生，会从之前彻底的脱离出来。而且这种心态的转变是一个很棒的转变。之前你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这种状态有点像是，比方说你之前有一些什么提案，如果是公司工作的话你之前有些什么样的提案，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你说出来之后，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不够好，他们会给你身上施展很多的压力，也会对你造成一些打压。接着你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但是我这边会看到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在慢慢的改变。这张牌卡在这边，它同时间也会告诉我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我会看到的是，作为你自己本身，如果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会找回属于你自己本身的掌控权，你会找回你自己本身是谁的这一件事情，很有机会，也是很有可能你要独立出来才会变得更好。
要独立出来，然后你才可以变得更加的自信，变得更加的自我肯定。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你必须要顶着这所有的压力，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这张牌卡，你会进入到一个很黑暗的时间点，或许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一部分的你们可能已经进入到这一个时间点，这一个辛苦的时间点是会让你觉得，你应该是这么样子来形容，我尝试的把它解释清楚哈，因为你之前的价值是来自于身边的人给予你的认可，你之前的价值是来自于你身边的人给予你的称赞，因为有他们的称赞，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很棒。当他们说你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做得很糟糕。这个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呢，你要把这一个认可重新的拿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中间会有一个转折点，又或者是说中间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自我认知的调整。我们可以想象到的那种状态会有点像，比方说别人给予你的期待，你要把这个部分给它放弃掉，然后变成的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期待，你对于你自己的认可，你对于你自己的认知。所以挣扎的点就是在于有一段身份的混乱期。希望我这个部分有把它解释清楚哦，因为我觉得用言语上面解释会很困难，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感受，一种自我认知的调整。因为之前你是觉得别人给你的认可很重要，那你现在是会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认可很重要。那从你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呢，那可能就会变成是在讲说，我要脱离我之前的状态，然后进入到我新的这一个状态，那我要怎么办？然后我要如何的脱离，我要如何进入新的状态之类的。那中间的这一个混乱期会让你很痛苦，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会觉得我到底是谁？我的认可到底来自于哪里？我的自信到底来自于哪里？我自己的本我又是谁？之类的。好，你会进入到这个阶段，但是不需要担心。首先我们必须要说，这个阶段是你必须要经历到的阶段，因为在经历到这个阶段之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你可以想象的，它是一种自我认知的调整的一个过程。当这一个过程结束了之后，你就可以获取你最大的满足，也就是说，你开始知道自我认可的重要性。自我认可对于你来说是一个自我满足的过程，所以你不再需要依靠别人给予你的称赞。我觉得这个是最高境界，这个是最棒的一个状态，因为无论说他们是称赞你，还是说他们是想要批评你，你都已经不在意了，你就由着他们去讲，由着他们去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觉得我很棒，我觉得我很好，那就够了。就最后会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状态它会重新的把你的思维拿回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思维可以完全的按照你的逻辑、你的想法、你的想象去创造，而不需要说我要是这么去做，别人会不会认可我？我要是这么去做，别人会不会称赞我？就从这个思维彻底的转换成，我觉得这样子很棒，好，那我去做，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这一个是自己飞出来的，你将会成为自己的魔法师。而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趣，有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张牌卡会让我看到的是，你是一个创意十足的人，你是对创造创意是很有想法的人。就是比方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如果说你是在公司工作的话，的确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比方说你有些提案，你有些想法，然后只要是他们觉得不够好，又或者是说他们觉得不够有创意，或者是这个创意和他们想要的不一样的话，他们就会给你打回来嘛。好，类似于像这种感觉。我们这一边你知道是代表了什么吗？这一边他会告诉我的是，你因为自我认可，因为你重新的开始自我认同，所以你真的有可能跳槽出来自己做。那么你的才能，你的艺术天分，包括说你的创意就可以无限的扩张。
就可以真正的全然的释放出来。而这一个也真的是找回自我的一个过程。OK， 好，我会看到的是最近的这一个状态来看的话，的确你会正在经历这一个新的开始。我能理解到的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你一个事业的新的开始，或者是事业的新的开端，或者是一个事业开始搭建的前景，就是在前面的准备的阶段，或者是在前面已经开始在打地基的阶段。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对于你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现在这个阶段的你会是你对于你自己来说，你有一个交代。我看到的现在的你，虽然你现在的状态也是很辛苦，因为刚开始要来做一件事情，它本身就应该是辛苦的，本身就是应该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去解决，需要去面对，需要去整理的。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而这个信息它就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你现在只需要去追寻你的内心，或者是说真正会为你找到幸福的这一件事情，而这一个事情它就是你要去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你人生的目标。如果在这一条线上面的话，即使是遇到一些困境，即使是遇到一些困难，对于你来说都不是那么的，都是充满着热情的往前再冲。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我会想要告诉你，你不要在意钱，因为我们这边直接来讲，我觉得你是一个超级有才华的人，超级有才能的人。如果你把你的 focus 所有的关注力都放在如何的施展你的才华，如何的施展你的才能上的话，都放在你的热情上的话，你将会得到无限的满足，你的内心会得到无限的满足，所有的困境和困难你都可以迎刃而解。那么属于你的资金，你的金钱，它就会慢慢的朝你靠拢。我看到的牌面上面是这样子的一个很清晰的讯息。换句话来讲，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可能会觉得你内心的热情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自己内心的热情完全的释放出来，又或者是说如何的让自己的创意自己的想法完全的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你来讲才是最重要的。你看我们这个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讯息它就是想要来告诉你的是，当你往前冲，你必须要有热情的往前冲。你的性格很特别，就是特别的那个地方是在于，如果说这件事情是你想要去做的，你其实不会管这么多，你不会管说这个事情到底会不会赚钱，然后有些什么样的前景，有些什么样的机会，你会有一种，有人说会是一种执念，有人说会是一种坚持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你就会朝着那个目标，你不会三心两意，你也不会左顾右盼，你就会朝着那个目标开始前进，开始狂奔。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你是一个十分有冲劲的人，而且你是一个不怕辛苦，不怕困难，你可以无限的去打磨一件事情的人，这一些都是你很棒的特质。我觉得这些都是你与生俱来的，像我们所说的这种成功的特质。因为你具有这样子的特质，所以你的钱就会过来拜访你。而且只要是你朝着你的目标前进，我们这边看到两个很有趣的地方。这一张牌卡它告诉我的是，你会因为你在追寻目标的整个过程之中，你会找到你的人生的另外一半。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就是会有人因为这样子被你所吸引到，而且会深深的迷恋你。这个是牌面上面这张牌卡抽出来的时候就直接是这样子的感觉。另外的一个方面
我看到的会有点像你刚开始的时候是孤军作战嘛，你自己一个人要打理所有的事情，有可能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建立的你的公司、你的事业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那一边，慢慢的你会有更多的人开始加入。这一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慢慢的你的选择性会变得越来越多。比方说你想要合作的伙伴，然后你的资金的使用，你对于你的未来的人生的规划，还有对于未来人生的一些就是你可以计划的一些方向会变得越来越广泛。这个是牌面上面真的是超清晰的。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啊，我觉得我们讲到这一边，特别是如果说你现在觉得很困惑，然后如果说你现在觉得很迷惘，甚至你要是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事情让你的脑海里面很干扰，你又会觉得好像很压抑、很不得志的话，我真的是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牌卡就是传递出来给你的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这么重要的一系列的指引。因为你如果说想要做得好的话，你必须要掌控，就是你必须作为主导的那一个人，你没有办法在别人的手下工作，应该是这么样子来说。不知道我这么讲合不合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的牌面上面让我所看到的整个状态是，如果说你要是在别人的手下工作的话，你的才华是没有办法施展出来的。你会觉得到处都是受阻碍的，到处都是就是你的才能，因为你的才能必须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才能发挥出来嘛。那所以如果说你在别人的底下工作的话，你的这些才能就很难，你必须要去符合别人的要求。但是我们就这么样子来讲吧，你的上司不一定比你有才华，你的长辈不一定比你有才能，所以从你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你的才能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就是你所有的一切就必须要压制，要变得很委屈，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做真正的你，也没有办法施展你真正的样子，所以你必须要自己独立出来，然后你才可以有机会做得更好，你才有机会实现你真正的样子。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我们这边也会看到的是，当你真正做你自己的时候，这一章，好，我们前面是不是有在说，还有这一章，你的就是会有一些人开始跟你有一些合作的规划，反而是这个地方很有趣的地方是在说，因为之前你在跟别人合作或者是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吸引到，你没有办法让新的人来跟你合作，因为你所有事情是局限的，你不是在做你自己，但是反而是你开始在做你自己之后所有的事情就开始激活，对，就是这个字，所有的事情就开始被激活，完全的激活起来，完全的释放出来。因为这样，所以你开始遇到了你的新的伴侣，人生的新的伴侣，可以是工作的伙伴，可以是感情的伴侣，也有可能是那一些爱慕你的人，这一些他才可以把它激活起来，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不然的话你就完全的只能在一种压抑的环境里面。所以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我们再回来说你选择到了这张牌卡，我觉得现在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会变得越来越明白的一点，就是你要承认你要很清楚的来告诉你自己，别人对于你的想法完全不重要，然后别人对于你的一些态度，或者是说别人是否来认可你，对于你来说真的是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本身，最重要的就是你是怎么看你自己的，你是怎么理解你自己的，你是怎么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跟自己合作的，这一个永远才是最重要的，这一个对于你来说才是你要去追求的，因为只有把你自己最真实的样子表现出来，呈现出来，你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机会，你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我。那我们接下来
我必须要讲，我觉得这一组牌卡是最困难来解说的一张牌卡。我觉得前面2个选项都没有到这么的复杂，这么的纠结，因为我能感觉到我在解说这一组牌卡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必须要十分的清晰。我在解说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它有点像是叠加在一起，要说明白说清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希望我有把这一组牌卡讲清楚，但是我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如果说是有对应到你的话，我相信你是真的很清楚的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张这一张在这边出现，它会告诉我的是deep， 它会告诉我的是深入，不断的深入。是什么意思呢？当你感觉到有些事情不对劲的时候，当你开始感觉到你的内心正在承受着一些事情，但是你又说不出来是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开始看所有的状况都有一点感觉到的是，哇，天哪，好像有什么地方怪怪的。只要你出现这样子的感受和感觉的话，就千万不要放掉这个感觉，不要觉得说可能是我想错了，可能是我感觉错了，可能是我太累了。对，有可能是因为你太累了，但是不对，不是因为你看错，不是因为你理解错，很有可能宇宙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想要过来摇醒你，想要过来告诉你，嘿，这个地方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应该要深入的看一看，深入的了解看看，深入的挖看，说不定可以挖到一些有价值的事情，说不定可以挖出那些对于你来说很有帮助的事情，或者是挖出来了你的那一个瞬间的觉醒。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不要停留在表面，因为所有的事情的背后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理由，都有它的价值。它之所以在你的脑海里面会一闪而过，有一种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只要有这种想法，就代表的是他以他的方式正在提醒着你，或者他以他的方式正在警告着你。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守护天使有一些什么样的指引呢？这一张牌卡在这边会告诉你，现在是开始播种的时候，现在是开始规划还有计划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它带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是你的创造性、你的改变还有你的沟通，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你重新的开始建立你自己本身，重新的开始建立属于你的人生。这张牌卡它其实也有一种感觉，是你重新的开始找回你内心的平静，找回你内心的安稳。换句话来讲，终于和你自己达到和解。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它会让我看到的是，其实你的内心是一个很强烈的爱意的人。对于很多的事情，你都是保持着就是那种爱的态度，包容的态度，拥抱的态度。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有可能就是之前你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就会变成是你会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因为从你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这个是一个大融合的状态，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就很棒，就很好。有可能对于你来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所以你会做出这样子的行为，又或者是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轨迹。慢慢的你会开始发现，还是带着爱，你还是照顾着身边所有的人，只不过不一样的是，你不再委屈你自己，你不再降低你自己的要求，你不再无视自己的要求。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这一个真的会是一个本质上面的改变，会是你自己本质上面的一个突破。你还是原本的你，只不过说你变成了一个更加学会爱你自己的心态。最后这一张，没有任何好恐惧的，没有任何是值得害怕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所有的事情都会重新的找到属于自己的时间点。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吧，我觉得
它是一个慢慢走出来的过程，慢慢的开始重新的找到自己吗？又或者是慢慢的看到自己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不会是一个简单，也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但就像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所有的一切都会重新的开始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属于自己的开始，属于自己的结束。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成长的旅程，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这条路它会引领你走向哪里，或者是所有的一切慢慢的进展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害怕，在开始的时候你甚至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无助，但是慢慢的你都会开始发现，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属于自己的开始。那么这张牌卡会告诉你，你只需要专注的是做你自己，你只需要完成的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要去分散你的注意力，也不需要去分散你的注意力。最重要的是做好你自己要做的事情之后，所有的一切就会慢慢的好起来。你也不需要着急的去寻求解决的方法，因为解决的方法自然都会来到你的身边。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3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